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健康大实话节目，我是主播张宏志。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半辈子都在为家庭为事业打拼，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身体像铁打的一样，熬夜加班应酬喝酒都不当一回事，但是只要一跨过50岁60岁的门槛，您就会发现这身体的零件开始一个个发出警告信号了。而在所有的健康问题里面，有一个问题是几乎每一个我照顾过的长辈，甚至是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常常跟我抱怨的，那就是睡眠问题。说到睡觉，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劳累了一整天之后，身体最放松、最能自我修复的美好时光。可是现在对很多人来说，一到晚上，这张床反而变成了一个让人焦虑的战场。同样是失眠，其实情况有很大的不同。有的人是还没睡就开始失眠了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烙饼似的，脑子里像跑马灯一样转个不停，怎么也进不到睡眠状态。但还有一种人，他们入睡可能并不困难，刚躺下去没多久就睡着了，可是睡到一半突然就醒了。这种睡到一半突然醒过来的失眠，相较于前者，其实更让人感到心烦意乱，也更折磨人。您想想看，谁也不想自己一到凌晨3、4点，外头还是一片漆黑，万籁俱寂的时候，就突然睁开眼睛。这时候身边的老伴睡得正香，窗外连个虫鸣鸟叫都没有，您就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望着漆黑的天花板发呆。心里头那个憋屈啊，真的是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了。明明身体感觉还是很疲倦，明明眼睛酸涩的很想闭上，为啥就是总在同一个时间点，像是生理时钟被设定了闹钟一样，准时在凌晨醒来呢？很多人这时候心里就会开始犯嘀咕，是不是自己身体哪里出了大毛病？是不是像人家说的肝不好？其实如果只是偶尔1次2次在半夜醒来，而且醒来之后翻个身，稍微调整一下姿势，很快又能接着睡着，那或许大家都还不会太去在意。毕竟人吃五谷杂粮，有时候晚上汤水喝多了一点，或者白天遇到一件特别兴奋、特别生气的事情，情绪还有点波动，偶尔半夜醒来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。可是最怕的就是那种自然醒来之后，眼睛一睁开，脑子瞬间清醒的像大白天一样，一点睡意都没有了，这就真的比较烦人了。这时候您躺在床上，心里可能会开始算时间，想着哎呀，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去公园运动，或者还要帮忙带孙子，甚至有些还没退休的朋友想着明天还要上班，看一眼床头的时钟，距离闹钟响起还有3、4个小时。您越是算着时间，心里就越是着急，心里越是着急，大脑皮层就越活跃，这下子就彻底别想睡了。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发生，不仅第二天精神萎靡，时间久了，整个人的免疫力、情绪状态都会跟着崩溃。那么睡觉总是固定在凌晨3、4点钟醒来，到底暗示着我们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？根据许多资深中医师的临床经验，以及我在安养院观察长辈们体质变化的心得，这很可能是我们体内的2处经络不通畅所发出的求救信号。这第一处不通，往往就是肝气不畅、肝经不通。在中医的理论里面，一个人的睡眠品质好不好，和他体内的气血运行是否通畅，有着非常直接、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常说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人体的经络运行也是跟着12时辰在走的。凌晨的1点到3点，正是气血流注肝经的时候。如果您经常在这个时间段醒来，或者3、4点醒来后感觉烦躁不安，那就很可能和肝经有一定关系。现代人的生活步调快，压力大，有的人白天在工作上、家庭里经常生闷气，把委屈憋在心里，或者脾气比较急躁，动不动就发火。再加上我们台湾的美食实在太多了，很多人晚上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，像是麻辣锅、咸酥鸡这种辛辣油腻的食物，这些不良的情绪和饮食习惯都会导致体内积累太多的火气。这些火气白天可能被您的理智压抑着，无法发泄出来。到了晚上睡着了以后，肝脏要开始进行排毒和修复工作时，这些火气就会在体内四处捣乱，让您的肝气无法顺畅运行。
肝经不通的患者，其实在白天的日常生活中，身体就已经会表现出很明显的症状了，只是很多人没有把这些症状和晚上的失眠联想在一起。比如说，您可能会发现自己早晨起床的时候，嘴巴里总有一股难闻的气味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口臭，而且刷牙也无法完全消除。还有这类朋友特别容易长口腔溃疡，牙龈也比较脆弱，刷牙的时候稍微用点力就容易流血。再看看眼睛，中医说肝开窍于目，肝经不通的人，眼睛常常会觉得很干涩、很痒，甚至有些红血丝。很多人以为是看手机看多了，拼命滴眼药水，结果发现滴了也没什么用，因为根源在肝不在眼。此外，每次洗头或者梳头的时候，都会发现头发掉得特别多，脸上的皮肤也总是油腻腻的，毛孔粗大。除了这些外在的表现，更折磨人的是内在的情绪和消化问题。这类人往往情绪比较烦躁，一点小事就容易大发雷霆，而且常常会觉得肚子胀气、消化不良，吃一点东西就觉得胃里堵得慌。这些其实都是肝气不畅、肝火上炎的典型表现。那么，想要改善这种因为肝经不通导致的凌晨早醒，我们就必须从疏通肝经来入手。这里我来转述一位老中医教过我的实用方法。面对肝经堵塞的患者，根据丰富的临床经验得出，平时可以透过按摩特定的穴位来达到疏通经络的效果。对于肝经来说，最重要的一个穴位就是太冲穴。太冲穴的主要位置在哪里呢？它就在我们脚背上，大脚趾和二脚趾的中间，顺着骨缝往上推，推到推不动的那个凹陷处就是了。如果您真的是肝经堵塞，当您用大拇指或者食指去按揉这个太冲穴的时候，会感觉到非常明显的酸痛，甚至有的人痛得会叫出声来。这个时候您不要怕痛，这正是经络在向您反映问题。您可以在这个感觉疼痛的地方进行敲打或者按揉，每次大约5到10分钟就可以了。除了太冲穴，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敲打大腿内侧的肝经。您可以坐下来，双手握成空拳，用小拇指关节那个地方，从大腿根部内侧沿着经络一路往下敲打到膝盖。在敲打的过程中，您可能会在阴包穴附近感觉到特别强烈的疼痛感。阴包穴大约在大腿内侧膝盖往上约1个手掌宽度的地方。遇到这种疼痛感，同样的，只需要对着疼痛点进行适度的按揉和敲打，把痛点揉开了，肝经也就慢慢通畅了。说完了肝经，我们再来看看可能导致凌晨3、4点醒来的第二处不通，那就是肺气不足。肺经不通，肝不好，会影响睡眠。这种情况现在很多人透过网络文章或者电视节目多少都能想到一点，但是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却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因素，那就是肺经的问题。为什么肺经不通也会让人半夜醒来呢？因为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人体的新陈代谢虽然减慢了，但呼吸是绝对不能停止的。凌晨的3点到5点正好是气血流注肺经的时段，这个时候肺部正在进行深度的自我修复和排毒。如果一个人的肺气本来就不足，或者肺经有堵塞，到了这个时间点，身体为了维持足够的氧气供应，就会出现一些代偿性的反应，人体就会感觉到胸闷，呼吸不顺畅，有些人会开始打呼噜，甚至会因为呼吸道受到刺激而莫名其妙的咳嗽起来。这些因为肺部气机不畅所引发的身体动静，就会硬生生地把我们从睡梦中给唤醒。这种因为肺经问题醒来的人，醒来时往往会觉得胸口闷闷的，需要深呼吸几次才能缓解。所以想要解决这个时间段的早醒问题，根本的方法就是要补足肺气，同时减轻体内的肺热。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肺气不足呢？这类患者也是有明显特征的。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容易咳嗽，或者白天刚起床接触到冷空气时，也会忍不住咳几声，清一清喉咙。但除了早晚，其他时间又很少咳嗽。从外观上来看，中医说肺主皮毛，肺气不足的人，他们的皮肤状态通常会比较差，看起来暗沉没有光泽，而且毛孔往往比较粗大。
身上的毛发包括头发也缺少那种健康的光泽感，摸起来干干的，洗头的时候头发也特别容易断裂。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，若是肺气不足了，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晚上睡觉会频繁的打呼噜，而且有时候会感觉身体有一种燥热感，但又不是发高烧那种热，而是一种从体内透出来的虚热。面对这种肺经不通、肺气不足的患者，我们平时除了要注意多吃一些滋养肺部的食物，比如梨子、百合、银耳这些白色的食材之外，站在中医的角度，按摩特定的穴位依然是打通经脉最直接有效的主要方法。对于肺气不足的朋友，平时可以多按揉孔最穴与鱼际穴。具体要怎么做呢？步骤很简单。首先，患者将掌心向上，前臂放轻松并平举起来，用另一只手握成空拳，沿着前臂内侧的肺经路线，从手肘一路轻敲到手腕。这样轻敲大约3到5遍之后，绝大多数心肺功能本来就比较虚弱的患者，会在孔最穴这个位置出现明显的酸痛现象。孔最穴大约在我们前臂掌面桡侧，也就是靠近大拇指那一侧，手腕横纹往上大约7寸的地方。找到这个让您觉得疼痛酸胀的点之后，这个时候只需要用拇指在这个点上进行按揉，把郁结的气血揉散就可以了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还可以点揉鱼际穴。鱼际穴的位置非常好找，它就在我们手掌上大拇指根部那一块厚厚的像鱼肚子一样的肌肉，我们叫它大鱼际。这块肌肉的中间点就是鱼际穴。在按揉鱼际穴的时候，心肺气血不足的患者同样会出现明显的疼痛感。您只要坚持每天按揉这些穴位，让肺经的气血重新流畅起来，凌晨3到5点这段时间的睡眠自然就会安稳许多。前面我们花了不少时间，从中医经络的角度详细分析了肝经和肺经不通导致的半夜早醒。但是作为一个在安养院看过无数长辈病例的人，我必须非常严肃地提醒大家，睡眠质量差，经常在半夜醒来，绝对不仅仅是中医说的气血问题而已。在现代医学的观点里，这往往是身体的3种重要器官或系统正在向您发出警告。如果您有这样的情况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这第一个严重的警告就是心脏异常。有些因为心脏功能衰退，甚至出现初期心力衰竭的长辈，他们在夜里3、4点醒来的时候，大多会伴随着一些非常不舒服的症状。这不是单纯的睡不着，而是生理上的痛苦把他们唤醒的。比如说，他们会感到明显的胸闷，就像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，喘不过气来，还有心慌，能感觉到心脏扑通扑通跳得特别快，或者节律不整。有的人会觉得气短，需要坐起来大口喘气才能觉得舒服一点，甚至还有的长辈会出现咳嗽，或者醒来后觉得头晕目眩的症状。如果您发现自己半夜醒来时经常伴随这些心脏方面的不适，或者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，那就需要非常及时的去医院的心脏内科做相关的检查，像是做个心电图、心脏超音波等等。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普通的失眠，自己乱吃安眠药，这样反而会掩盖病情。及早排查原因，才能避免给心脏带来更大的甚至是不可逆的损伤。记住，对于心脏问题，越早发现越早治疗越好。除了心力衰竭这种比较严重的状况之外，半夜早醒还可能是心脏供血出现了问题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们的心脏血管可能会因为胆固醇沉积、动脉硬化等原因变得有些堵塞，导致心脏的供血不充足。当心脏供血不足时，心脏功能也就会产生问题。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，在夜间睡眠时可能会扰乱到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，神经受到异常刺激后传导到大脑的睡眠中枢，也就可能出现让您在3、4点钟突然醒来的情况。这其实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提醒您心脏现在处于缺氧状态，必须醒过来改变姿势或调整呼吸。第二个需要高度警惕的疾病警告，是针对我们男性的前列腺问题，也就是台湾常说的摄护腺问题。
这在我们安养机构里的男性长辈中，可以说是10个有8个都有的困扰。男性朋友如果总是在夜里3、4点醒来，而且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尿急，夜尿比较频繁，一个晚上要起来跑2、3次甚至更多次厕所，总是会睡不安稳，那您就非常需要去泌尿科排查一下，是不是摄护腺出现了问题。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男性，尤其过了50岁以后的男性，需要格外注意这个隐形杀手。很多台湾的传统男性比较爱面子，觉得这种泌尿系统的问题难以启齿，总是讳疾忌医，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但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男性的摄护腺也会因为衰老而出现功能性的退化。如果您不能及时保养、及时就医，就可能会引发很常见的问题，比如摄护腺肥大或者摄护腺炎。摄护腺一旦肥大或发炎，就会压迫到尿道，导致膀胱里面的尿液无法完全排干净，也就是所谓的余尿变多。这样一来，膀胱的有效容量就变小了，稍微积攒一点尿液就会产生强烈的尿意。这些问题都有极大的可能使得夜尿变得非常频繁。您想想看，正常的睡眠是有周期的，从浅睡进入深睡，如果您每隔2个小时就被尿意憋醒一次，您的睡眠周期就被彻底打碎了，根本无法进入能够让大脑和身体真正休息的深度睡眠。这种因为摄护腺问题导致的睡眠中断，不仅会让您第2天精神不济，长期下来还会引发血压升高、情绪忧郁等一连串的健康骨牌效应。所以各位男性观众朋友，如果您有夜尿频繁导致半夜醒来的困扰，请务必放下矜持，勇敢地去找医师帮忙。第3个可能导致凌晨3、4点醒来的潜在疾病是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的黎明现象。在台湾，糖尿病的盛行率非常高，很多人甚至自己有糖尿病都不知道。如果您本身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，并且出现了总是凌晨3、4点醒来，而且醒来时可能会伴随心悸、出冷汗、饥饿感等情况，则需要请医师帮您排查一下，是不是出现了医学上所谓的黎明现象。什么是黎明现象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出现了夜间阵发性的低血糖现象。我们晚上睡觉后没有进食，体内的血糖会逐渐下降。对于健康的人来说，身体会自动调节，维持血糖在正常范围。但对于糖尿病患者，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或某些降血糖药物的患者，如果在前半夜血糖降得太低，身体为了自救，为了不让大脑因为缺乏葡萄糖而受损，就会在凌晨分泌大量的升糖荷尔蒙，比如肾上腺素、生长激素等等。这些荷尔蒙的突然大量分泌，虽然把血糖拉上来了，但同时也会刺激您的神经系统，把您从睡梦中惊醒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糖尿病患者会在夜里3、4点醒来的原因。如果您发现自己有如此问题，首先不用太过度紧张，因为这只是一过性的低血糖反应，是身体正常的自救机制。不过这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示，在提醒糖尿病患者，您目前的血糖控制方案可能有问题。您需要更加注重血糖的动态调节，或许是晚餐的饮食结构需要改变，或许是睡前需要补充一点点不易消化的碳、水化合物，又或者是您的降糖药物剂量和服用时间需要医师帮您重新调整。总之，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，下次门诊时详细告诉您的主治医师，这对于保护您的血管和神经非常重要。聊完了经络不通和潜在的疾病警告，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观念性的问题。很多长辈来到安养院，最常抱怨的就是院长啊，我昨天晚上才睡了6个小时，这样对身体是不是很不好啊？不是说人一天一定要睡满8个小时吗？其实这个关于睡眠时间长短的迷思困扰了非常多的中老年人。60岁以后，到底每天睡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？我们必须承认一个自然规律，那就是60岁以后，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大脑中分泌的褪黑激素会大幅减少，身体的各项机能也会慢慢下降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其实会很自然地感到自己的睡眠时间不如年轻时那么长了，甚至会觉得睡眠时间不足。
而且睡眠的深度也会变浅，屋外传出街上的车声，隔壁邻居的一点声音，甚至一只猫跳过屋顶，也会立马把人惊。醒来之后往往还总是多梦，常常伴随着一种没睡透的感觉，这会在第二天早上让身体呈现出疲惫的状态。因为长期受到大众媒体的影响，人们常说保证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才有益于我们的健康，这个观念深植人心，所以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说，他们心里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执念，哪怕自己早上5点就已经醒了，完全睡不着了，也要让自己尽可能的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多睡一会儿，希望用这种熬时间的方式来凑满那所谓的8小时，认为这样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状况。但实际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这段时间，心里是非常焦虑的，这种焦虑反而比少睡1个小时对身体的伤害更大。有许多现代医学的相关研究得出一个结论，对于成年人来说，健康并不代表每天一定要严格的睡够8个小时。面对睡眠这个问题，对于睡眠时间的长短，我们更应该要取决于睡眠品质的高低，而不是单纯看时钟转了几圈。这就像我们给手机充电一样，如果是快充，可能1个小时就充满了，如果是慢充，可能要3个小时。睡眠也是如此。若您晚上虽然只睡了5个、6个小时，但是睡得很沉、很香，早上醒来后感觉精神百倍，浑身充满了活力，而且头脑清醒，没有那种昏昏沉沉，像蒙了一层雾的感觉，这就表明这5、6个小时的高品质睡眠对您的身体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您因为执着于8小时，在床上躺了10个小时，结果中间醒来好几次，做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梦，那就算时间够了，对身体也是没有帮助的。甚至如果睡太多、躺太久，反而会让身体的气血运行变慢，让人感到腰酸背痛等不适。当然，这种情况并不代表适合每一个人，您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素质和白天的精神状态来判断。但一般来说，对于中老年人来讲，我们建议将每天的睡眠时间尽量控制在6至7.5小时之内，这是一个比较合理也比较符合老年人生理特征的范围，不要再被那死板的8小时给绑架了。好了，我们前面分析了原因，也调整了观念。那如果在现实生活中，您真的就是半夜3、4点醒来了，而且不是因为憋尿，也不是因为心脏不舒服，就是莫名其妙醒了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半夜醒来后，如何快速让自己重新进入睡眠状态，这个技巧是非常关键的。首先，请大家记住一个大原则，不管是什么原因醒来的，只要您能放松心情，继续睡下去，一般都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问题。就像有的人被尿憋醒，迷迷糊糊的上过厕所，回来躺下后，因为心里没有负担，很快就能再睡着，这样到了早晨起来照样神清气爽，这就叫良好的睡眠接续能力。可是最怕的就是如果您睁开眼后发现自己睡不着了，那就要特别注意了。这时候千万不要在床上强迫自己必须马上睡着，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试着找一个自己喜欢的，觉得最放松的睡姿，先不要管它这个姿势在医学上合不合理，好不好看，只要您觉得舒服就行。比如说您习惯蜷缩着身体像婴儿一样睡，或者喜欢把脚稍微抬高，放在一个软绵绵的毛绒玩具或枕头上，又或者是习惯把胳膊放在脑门上，这些都没关系。您要做的就是透过这个舒适的姿势，尽可能的让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。接下来把您的注意力从我睡不着这件事上转移开，您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嘴巴和腹部，进行深度的腹式呼吸。吸气的时候感觉肚子鼓起来，吐气的时候感觉肚子瘪下去，心中可以配合住呼吸，默念呼吸2字，让腹部跟着呼吸的节奏缓慢上下起伏。重复几次这样的深呼吸后，您会感觉身体会一点点的再次放松。这时候不要有任何杂念，然后跟着身体的感觉走，自动进入睡眠即可。如果躺在床上用呼吸法还是不行，这里再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小撇步，您可以找2个表面稍微有点纹路的核桃放在掌心里把玩，
您就这么舒服地躺着，一只手轻轻地搓揉着这2个核桃，让核桃在手心里来回滚动。这个动作其实是在按摩我们手掌心的劳宫穴等穴位，搓的手腕累了，可以换另一个手继续。当您感觉手心有点发红、发热的时候，这就说明您体内的气血运行已经被引导到末梢神经，气血加快了，大脑的充血状态就会减轻，人就容易困倦。你也可以把核桃放在掌心下方，另一只手掌压住核桃，在手心上来回打转。这种单调重复的肢体动作非常容易产生催眠的效果。其实很多人半夜醒来就睡不着了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和内心的焦虑有着极大的关系。因为他们一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会去摸床头的手机，或者看一眼墙上的时钟，想知道现在几点了。一看时间，直到现在才凌晨3、4点，心里立马就会很着急，想着必须赶紧睡，不然明天没精神。接着又觉得自己就算现在睡着，也睡不了多长时间，就要被闹钟叫醒来了。这种倒数计时的压力会让人忍不住开始想些白天没做完的事，或者家里乱七八糟的琐事，最后大脑彻底兴奋，更加难以入睡。所以我常常跟安养院的长辈说，半夜醒来后，第一条铁律就是一定不能乱想，也绝对不要去看时间，不要去算还剩几个小时可以睡，也不要在心里一直暗示自己快点睡，快点睡。您就顺其自然，如果觉得膀胱有点胀，就自然而然的起床去上个厕所，如果觉得喉咙干，就喝点温开水。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开大灯，保留一点昏暗的光线就好，然后接着回床上躺着休息。或许在您放弃挣扎，彻底放松的时候，很快就又睡着了。大家可以对照着我们今天讲的内容，仔细想想看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早醒。如果是因为心脏、摄护腺或者血糖这些明显的疾病原因，请务必要尽快去医院看医生调理。如果只是单纯的偶尔被尿憋醒、被一口痰或者咳嗽惊醒，那就真的不用太担心了。解决完生理需求等个人问题后，接着睡就可以了。我们常说，偶尔半夜醒来不可怕，就怕您因为不懂得处理而演变成对睡眠的恐惧，最后导致长期的睡眠不足。所以早期发现自己睡眠模式改变的问题后，一定别拖着找对原因，及时解决才对。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睡前保养的观念。俗话说得好，睡前牢记一个养生小细节，还你一个宛如婴儿般的香甜睡眠。从中医的深厚理论来看，我们认为失眠的根源不在 AD 单纯的去治那个不睡觉的症状，而是在于补。当我们体内的气血充足了，内脏的虚损调理好了，五脏六腑的功能协调了，您的睡眠自然而然就会恢复正常。因此，对于很多慢性失眠的中老年朋友来说，治疗失眠的策略上，长期的食补是远远优于长期依赖西药安眠药的。我们不想要每天提心吊胆怕睡不好，就要从根本上养好我们的气血，让浮躁的神魂能够安定下来。平时在饮食上可以多刻意去吃一些具有养血滋阴功效的食物，比如我们常见的酸枣仁、桑葚、百合、桂圆，也就是龙眼肉、茯苓等等，这些大自然赐予的食材都是非常好的滋养肝血、安神定志的好东西。除了日常饮食，如果您最近睡眠真的比较差，我推荐您还可以每晚睡前喝一杯由多种中药材配制的静眠茶。这款茶饮的主要功效就是补足肝血，调理睡眠机制，对于帮助我们进入并维持深层睡眠非常有帮助。这个静眠茶的制作方法其实并不复杂，您可以去中药房抓一些品质好的药材，将桑葚、酸枣仁、龙眼肉、黄精、茯苓、枸杞子这6种常见且温和的食材准备好，将它们清洗干净后放入锅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等水煮开后转成小火，慢慢熬煮大约30分钟，让药材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到汤汁里。服用方法也很讲究，不是
临睡前灌一大杯，这样反而会增加夜尿。最好的时间是在准备睡觉前大约2小时左右，温热的服用1小碗。我们来看看这杯茶里面的学问。这其中的酸枣仁可以说是这帖茶饮里的君药，也就是主力军。它具有极佳的养血安神功效，在传统中医里被誉为治疗失眠的特效药。早在古老的《神农本草经》里面就记载说，酸枣仁可以补中益肝、坚筋骨、助阴气。而在另一部中医典籍《名医别录》中也明确指出，它能主治烦心不得眠的症状。您可以去查查看，古代各大名医留下来的安神助眠经典名方中，几乎都常见酸枣仁的身影。再来说说茯苓。茯苓作为台湾民众最常见的一种安神助眠食材，像是四神汤里就有它。它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，不仅能够滋补肝肾，还能补气润肠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，能够起到镇静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目的，让大脑不再那么亢奋。简单的酸枣仁和茯苓搭配在一起，就能发挥出强大的协同作用，帮助我们濡养因为心肝火旺而亏少的阴血，安抚那颗因为生活琐事而躁动不安的心神。如果再加上能够补血生津的桑葚，以及能够清肝降火明目的枸杞子，这6味药材益气补血，互相调和诸药的药。当体内的血气充足了，神魂有了栖息的港湾而安定了，自然就能让您每天安眠，睡个好养心的觉。当然，除了借助中医的食疗来内调之外，我们身体的外部放松也同样重要。建议大家在临睡前最好能稍微活动一下身体，不是去跑步或做剧烈运动，而是做些简单的拉伸动作，或者是一些舒缓的瑜伽。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拉伸紧绷了一天的筋骨，加强肠胃的蠕动，帮助消化，同时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。当身体的物理紧绷感消失了，整体的睡眠品质也会跟着提高。另外，平时煮汤的时候也可以放点莲子，莲子也具有很好的养心安神功效，它归心经、肾经和脾经，具有一定的补肾健脾、滋补元气的绝佳效果。如果能按照这样内外兼顾的方法坚持调理之下，体质吸收比较好、见效快的人，大约1至2个星期，您自己照镜子就能看到，面色会明显变得红润很多，不再是以前那种蜡黄疲倦的样子，而且睡眠的深度和长度都会变得很好。最后，我想再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叮咛几句。除了这些生理上和饮食上的调理，我们还需要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一点，很多长辈之所以长期失眠，其实是因为他们太过害怕失眠而引起的严重焦虑情绪。我们把睡觉这件自然的事情看得太重了，当成了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。其实平常偶尔几天的失眠真的并不可怕，这只是身体在适应环境或情绪的一种过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学会调节好自己的心态。退休了，就把那些操不完的心稍微放一放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晚上躺在床上，就告诉自己，今天辛苦了，现在是我休息的时间，睡得着就睡，睡不着闭目养神也是一种休息。当您不再把睡觉当成压力，不再跟失眠死磕到底的时候，您会发现那个久违的好觉，不知不觉就自己找上门来了。祝愿荧幕前的每一位长辈、每一位朋友，今晚都能有一夜好眠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健康大实话再见。